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山西的一个小山沟里面。山西由于历史文化深厚，造就了很多传承下来的建筑，比方说有很多古堡。那些古堡的作用呢，一般分为两类，一个民用的就是住人，另外呢一种是军事防御型的。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山西小山沟里面，这里呢既是一座古堡，同时呢又是一个教堂。正常来讲，我们说很多教堂应该是在城市里面或者城市边缘，在广州有一个大的教堂，在天津也有。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山沟里面会修建一座教堂，并且呢还是我们常说的中西合璧的？现在就沿着这条道路上去看看。这个就是天主教堂的大门，上面有天主堂。如果没有这几个字，我们真的只是单纯的会认为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古堡，并且你看古堡上面还有很多那个窗户一样的，有一些是正方形的，有一些呢带点那种尖尖的，就像一个那个门窗一样。如果从空中看的话，整个这个建筑是在一个巨大的石山上面，从远处看的话，就像一艘巨大的舰艇、巨大的船在大海中行驶一样的。那个围墙的高度到下面石山全部加起来大概有15、16米高，像前面这个尖尖的，非常像一艘巨轮的船首。这个地方是在山西晋城的泽州县，教堂名字叫做玫瑰圣母堂，也叫做小寨天主堂。因为这个地方是刚好小寨，同时这个城堡、古堡以前也是叫小寨，它既是古堡又是一个教堂，那么自然而然防御性肯定是有的。那这个大门就跟城门一样很厚啊，你看这个铁链非常大，打开，一走进这个大门就能够发现它整个是有一个坡度上去，这里有一条大概1.5米左右的通道，全部是用巨大的石头铺成，然后呢上面才是砖结构的房屋。然后刚过大门，这里有2个半圆形的门，像那月亮门一样。其实这两边呢是进行一些防御的，因为作为城堡来讲的话，它一定会有防御作用的。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山西的地主大院也好，城堡也好都有。你看这里有好几个窑洞式的，其实就是防御人员居住的房间。我们走过去看看，这里就是一些洞穴，我们刚刚在外面看的那个四方形的或者椭圆形的窗户一样。那么这个就是一些射击孔、防御孔。大家看到这首先是一个弯的，这起到什么作用呢？就比方说外面如果有人进攻这里，他呢看不到人脸，然后武器呢不能直接打进来，就是一个弧形嘛，挡住了。这个设计的是非常巧妙吧。人当时他们可能是趴在这里啊，因为在清朝末年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那个热武器了嘛。下去看看一个古井，当时守卫人员的饮用水就在这里。哇，好黑呀，漆黑无比。哦，现在不知道有没有水啊？有，现在还有水啊？他们现在喝的水估计还是这里吧？哦，从这里引自来水过去。对，他也就是喝的这个井水。哦，就是他们装了一个抽水泵，可能是。当时建造这个古堡的时候，就考虑到了水的问题，从而他们在这里打了个水井。居住在古堡里面的人饮用水全是靠这个古井，包括现在里面居住的可能还是用这个水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城墙的顶部来了，同样是进行防御的。刚刚我们是站在脚下看那些房间，然后到了这个顶部呢，就跟影视剧中守城人员、官员站在这个城墙上一样的道理。它这里现在还有客房啊。那么这个古堡和教堂到底是谁修建的呢？相传在明末清初的时候，晋商王泰来在这附近呢修建了3个寨。晋商我们都知道在清朝的时候非常出名，你像王家大院、乔家大院都是晋商的一些代表。那么这个王泰来呢，听说是当时
明末清初山西的首富。我们如果看过一些资料，都了解山西在明末的时候有一个八大家，他们跟清朝当时关系非常好，所以清朝入关之后，就把他们这个8个家族呢封为皇商，相当于这晋商在之前呢投资了那个清朝。那么这个王泰来呢，当时就是先驱，他当时发家之后，就在他们老家这个地方修建了3个寨子，也可以说是3个城堡，作为防守家乡的堡垒。那到了清朝末年，1900年的时候，有一个义和团运动，当时有2位荷兰籍的神父呢，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避难，因为这种山里面义和团相对来说就没有嘛，他们就跑过来。当时来到这里呢，是有一些人就是给了他一些饭吃，因为他们又没有生存技能，躲在一些窑洞里面。他们看当地的给他支援之后，他就向圣母许诺，如果能够平安度过此难，就要修建一座圣母堂。后面呢，2位神父果然平安无事。于是1902年，他们就在王家的后人把这座小寨古堡买下来，并且加以修缮，在里面建造了一个教堂。这就是这个天主堂的来源。我们沿着这个城墙走一下，你像这些都是射击孔，里面宽外面窄，基本上它的射击孔都是要设计成这个样子的，因为你如果是外面宽里面窄肯定是不行嘛。那这些大一点呢，有可能就是炮孔啊。因为这个城堡在明末清初的时候，它设计是防御的，这是第一个时候。那1902年当时的神父把它买下来，他一直到1914年修建完成之后，他更想到了防御。因为当时那个义和团运动嘛，他们也非常害怕，他生怕还有这样的事情再发生，于是就在这个基础上重新修缮完善了。尽管这里被称之为小寨，但是还是挺大的。你看上面都是城墙，下面有一些房间，也可以说是藏兵洞。它这里等于是2道防御，上面下面都是如此，就跟我们刚刚在那边城墙看到的，那整个这一块呀都是藏兵洞。在以前他们这些大的家族，他们有很多相当于是自己的卫队一样。明末清初以及呢清朝末年那个战乱的时候，都有这些自己训练的武装。当然它藏兵洞呢有大有小，这一块比我们刚刚在城墙那里看的就小一点了，大概可能高度只有1.5米左右。城堡是中式的，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座西式的教堂。它是1902年有那个荷兰籍的2个神父买下了这座古堡，然后在里面修建了教堂。大概是1902年一直修到1914年正式完工。首先我们说一下中国的特色，你像顶部它这些风格、屋脊以及螭吻，应该就是我们中国的特色了。大家如果看过宫殿或者很多陵墓的建筑，这个螭吻啊一般是必不可少的。像北京的故宫，现在很多建筑都有，你看它这里都是这样的。因为他这些神父呢在中国生活比较久，然后呢觉得中国这种建筑风格挺好的，他们就把它运用到这个教堂上面来了。那么在这边又能看到第2种风格，哥特式的建筑。那么哥特式的教堂在国内其实还有很多，广州、天津都能够看得到。你像这个就是如此啊，一个尖尖的，而上面这个又有点像什么巴洛克的，这个是不是挺好玩的？那这个正面是不是又很好玩了？又有好几种风格，有点像哥特式，然后下面又有一个罗马柱。所以它这个教堂呢，尽管是荷兰籍的神父建造的，但是呢它其实也算是中西合并的建筑。教堂里面现在还有人，我们去里面看一看，但就不拍摄了。这个教堂我们就看完了，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。尽管说里面不是太大，但是可以看的东西啊还是不少的。你像那个城墙、城楼以及藏兵洞，都能够见证中国古代建筑的一种风格，特别是山西这块的建筑风格。